大家好，又到了周末复盘的时间。这个礼拜连续3天出现了低开走高的情况，我们盼望已久的赚钱效应终于回来了，市场上感受到了一股股那个牛市的味道。但是这里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呢？我认为不是，恰恰相反，我发现大多数朋友的情绪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懈怠，甚至于是过于乐观。我们距离反转还差着好几个条件，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请我一一为您列出。同时我们发现在周边的市场中出现了很多的危机，那么这些危机又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做充分的准备？那好，请您今天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我们将针对最近出现的财报和对后续的走势的分析，将为您呈现出一个非常详尽的解释。同时这个礼拜我将增加一个小的单元，这个小的单元就是作为以交易为生的人，在每天感受市场中，我们是如何感受这个市场的，我有哪些感觉是跟前段时间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开始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关于财报季的一些消息的解读，针对当下的财报的一些分析。之后呢，我们跟大家分享是我对于当下世界中很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分析，结合上技术，结合上点位，做出一个交易策略。那么后面呢，是一个我们常规操作，周线的、日线的，还有板块的分析。好，我们先来看 Citibank 的这个财报。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很多地方进行分析，但我想跟大家提醒的是，银行的财报有它的特殊性，因为银行是最能反映出很多问题，或者是经济和社会上一些问题的地方。那么在 JP Morgan 和 Morgan Stanley 它第一枪打楼了或者打偏了之后，其实市场上对未来的前景或者经济前景其实是非常悲观的。但是今天 Citibank 的话给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财报，那么这个强劲财报强劲到什么程度？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大家看啊，它这个银行股一天涨 14%， 大家注意，这不是动能股，这差不多一年能涨的量，这是差不多银行股一年能涨的量，它一天完成了 14%。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呢？那么大家看，一个是 Q2 的 earning per share 就 EPS 达到2块1毛9，那么远远超过了1块6毛7的预期，而且是较于上个季度它是增加的。那么对于这个去年的这个同期，它的下跌是 23%， 这是在这几个大银行中最少的那么我们知道，对于银行有很多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利息的这种倒挂对银行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还有就是熊市、经济、战争，这些银行都要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冲击。我特别喜欢把银行当做一个所谓的苦主，就是大牛市的时候赚钱效应不在银行这儿，没人买他们可能很便宜他们可能确实不贵，它很保守，但问题是大牛市的时候你赚大钱不是靠银行。但是呢，在这个任何的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银行都要跟着去倒霉，所以我们说银行这是个大苦主。但是我们来看它的 operating 这个 expense 是 down 了 6%那么 year-over-year 是增加了这个 8%， 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经营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你看这个地方它的 credit loss 是850 million比这个 Q1 少，而且比去年的 Q2 要少很多，说明它花旗银行在管理风险这方面是做了很多提前的准备。所以说你看它的这几个数据，从营收开始它进行了一个，说明这个公司在经营方面它做的非常好，也就是在同样的银行中，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操作是比较保守的，就是说你看他们提前的去做，来保证它的 earning 是不错的。而且大家看 credit loss 这个地方比 Q1 好，比去年好。然后呢，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 net allowance credit bill 是3亿多，然后呢138个 million 是 Q1， 然后 2.4 billion 是去年。那么这个其实这个 release 也是少的。那么说明什么？他们在风险的管控上做得非常不错。然后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机构的 revenue 上升了多少呢？ 2% quarter over quarter， 然后呢 20% year over year。 那 personal banking 呢增长了 2%。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花旗银行的这个财报无可挑剔的全面性压制市场上的预期。那么这有一怪了，就是我们在这次的财报季会面对很多不利的因素，大家其实整个在预期这个财报季是比较差的。那么当大家都预期这个财报比较差的情况下，确实JP Morgan 摩根斯坦利给出了非常差的预期，但是 Citibank 却狠狠的打了市场的脸，说只要我经营的比他们好，或者我提前准备面对这些危机，那么我的表现就会非常好。那么从这方面我能看到什么？这方面看到的就是市场上在未来，也就是马上我们出现财报季将出现非常大的分化，就是当大家预期都非常差的情况下，那些经营的非常不错的公司，他们将出现远远表现好于那些经营一般的公司的一个业绩的水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看今天 CK Alpha 这里有一个文章，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redit Card 也 deliver 了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这么一个数字。所以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昨天 GPM 啊，这是个低走低，然后呢还爆了量，但是呢好处是什么？我们看这里其实是有明显跌不动了。那么从多少呢？从170多，我们看从170多一直往下跌，对吧？一直往下跌，170多一直往下跌，跌到了100。大家注意，这可是银行股啊，这不是说我们说的是一个动能股，你优酷啊、什么 Netflix 这种有动能的，或者是更小的什么富博 TV 电视这种的，这可是银行啊。这银行这么跌，但是这个地方都走的什么呢？相对强劲，它已经有一种反脆弱性，就是我表现差，我比预期还差的时候，市场已经没有说对它跌非常非常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它的营收是2.8块那么还有10几块，那么这个 PE 在10以内PE 在10以内。那么我们看今天 Citibank 给出了这个强劲的表现以后，这个 Citibank 给出这个表现太强劲了。那么我们说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买点呢？确实是，而且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买点。所以说我们看从 Citibank 上来看，我们知道经营强劲的公司就会出现大级别的买点。大家看这个地方底部的一个周线的底部结构，大家看这是周线的底部结构，它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上，站上了所有的均线，今天是巨量大阳巨量大阳。那么我们来看它的这个下跌，从我们第一个卖信号出来就开始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有买信号？在这个位置才有一个买信号，在这个买信号出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衰竭的下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衰竭浪，因为市场趋势比较弱，但是那么这一波从这个卖到这个买的这一波，这个应该说对于银行股来说很有可能就结束了。那我们看这几波1、2、3、4、5，这个地方你可以算作一个回调，我更愿意把它当做一个单独的这么一波，因为这个回调的力度和这个强度跟这几个确实差了一些。那么我们重新往下算的话，到这儿，那么就是1、2、3、4、5、6、7、8，这是8，这是9，那么正好是走出了一个9浪。那么如果你说非要把这个地方拆出一笔来也可以，那么就是5、6、7、8、9、10、11，那么就是11。那么我们看如果去操作一个花旗银行，我们的计划会是什么呢？我们的计划是这种爆巨量呢，你对于银行股来说它很难出现就是这几个，就是大阳线就上去了，它会出现更多的是一个回调，而且是一个横盘很久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介入，那么止损点
止损点甚至于可以在这个横盘区间的高点，也就是在47左右，所以我会耐心的等待它的一个回调的这么一个机会。而且花旗银行出来的财报无可挑剔，全面碾压，我用碾压这2个字。所以你银行股如果想做，那么就专门挑最强的，就是花旗银行，不要去什么 GPS 呀、什么 GPM 啊，和这些其他的，就是花旗银行就可以了。而且这是一个，大家看这分红各方面5毛，一个2块钱，一个40多块钱的股票啊，一年2块多，这是可以的，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这就是对银行的这个财报的一个解读。同时开户的同学别忘了，我们仍然送3个月的简单交易系统，然后现在附图仍然是开户送10只股票2000块钱，好像就10只股票，具体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描述栏。第2个要解读的是台积电，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台积电的一些分析，别人都分析过很多了。那么台积电的这个分析，我给大家找几个我认为重要的点跟大家讲。一个是不用说了，非常强啊，非常强，这是都是什么？就叫3 beat， 就是又是营收啊，又是利润加上预期都是 beat。那么大家看啊，这个非常不错，在哪儿呢？继续增加收益，而且呢保持非常高的毛利率水平。那么它上讲了一个什么呢？说大家知道半导体这个板块的大幅下跌，主要源于市场上对于个人的业务，包括电脑包括这个笔记本啊，还有就是我们可穿戴设备这些电子类的可消费类电子和个人计算这方面的一个快速衰退的一个担忧。但是台积电给出我们的一个理由是，它的 business 是 supported by 这个 HPC 高性能计算、LOT 和这个自动驾驶，属于这些高技能的计算、图形、驾驶这些赛道。那么说明什么？说明我在很早以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不自洽。一方面我们看到资金涌入大科技，看好云这个板块和云的这个发展，那么看好云的发展的时候，又大幅的去做空半导体板块，而半导体板块的很多公司，它跟云计算又是非常相关的，这里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不自洽和矛盾。那么任何的逻辑上不自洽和矛盾，都是可能是长期的一个交易，就是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买点。但对于我们技术分析或者是落实在实质上，它还需要等一段时间那么这期视频我在上面一个链接可以给您贴上，大家可以再去回顾一下。那么台积电的这个财报非常不错，整个就把半导体板块的这个这个情绪点燃了。那么我们看台积电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强势的3连阳的反转这是一个是确认2B 的一个反转。大家看周区这个叫做这个趋势线的一个突破，还有就是均线的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看半导体板块，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板块的情况下，这里出现了非常强势。那么我在半导体板块中找到了龙头股，就是高通。高通的走势非常的强劲高通在上个季报我们分析了它的 ER 是给了两个季度的展望，都是40%多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它现在这个 PE， 大家可以看高通的这个 PE高通的这个 PE 15对应40%的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一般来说我们是一个PE 乘 1.5就是增长量乘 1.5 成为这个 PE。 大家看这地方这个 margin 一直都很高大家看见 ROE 和 ROI 都上了天了，对吧？那么即使我们按10%、15%算，它除非出现衰退，它才是这个价格，那么加上苹果的和高通的官司出的这个岔子，或者说对高通是极大的利多，那到这么一个情况下，那么高通它现在的估值应该是非常低的，非常低。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高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强势。那么它在这里的强势，大家可以看到其他不管是英伟达还是我们说 AMD， 它的走势都没有高通强。
都远远没有高通强。那么半导体板块，我们首先知道的是，台积电是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信息，而且台积电的管理层对于半导体的发展是非常的坚定的，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虽然呢有一部分需求是下降的，但半导体这个产业，我们说的之前牛市里炒作半导体的那些逻辑还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后面的智能运算啊，我们包括自动驾驶啊，还有我们整个生活对半导体的需要，当时说是替代原油的世界上重要的一个储备，或者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那现在的话一下跌了就没人提了，我愿意再提出来跟大家讲，这个逻辑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为什么它能回调这么多，就是因为之前涨太多。这个位置上半导体板块从90多直接到了320，那么意味着它的涨幅过大了。即使是回调到这个位置上，它其实也就是一个什么，差不多50%多的一个回调，这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摆脱了摆脱咱们说所谓熊市，或者说大熊市，或者说这已经垮了的这么一个行业。为什么呢？我们用简单的我给大家用缠论分析一下，这个地方形成了下上下，那么这个下上下在这儿，结果呢这个出去的这一段太猛烈了太猛烈了。大家看，我们如果上过课的同学知道，这叫什么？这是标准的一个什么周线的顶部结构。那么如果用缠论分析，大家看这里又是一个次级别的这个中枢，那么这是次级别的，那么这里形成的是我们说的区间套。区间套一出来之后，这就是一个大的回调。那么我们不排除还要走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不管你怎么调，只要不回到这个位置上，这都是一个什么第三类的一个买点，因为这是强势的赛道这是强势的赛道。但是我们太多的坏消息，太多的那种情绪，把这些公司这些企业打得非常惨，所以这就是关于半导体的这么一个分析。好，那么关于周边的风险我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中国大家看到了什么 GDP 出来的数字非常的惨淡，那么这是一个不可信的 GDP 具体不说原因了。那么这样的一个 GDP 就是非常的惨，那么国家会出台一个更多的刺激政策，这时候我们要看这个政策的变化。那么像这个地方我们要考虑的是，大家看已经是什么呢？要这个滞胀了这个是滞胀，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担心是从来没有减少的，它这个滞胀是现在我们可以肉眼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新冠出现了这个cases， 就是出现这个新冠的这个病例以后，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清零的这个政策。只要这个政策不停，那么意味着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就无法完全从阴霾中恢复出来。同时又出现了我们说的一些这是一些这个房产的这个违约的这些现象，那么银行板块在这个地方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我们要说这些都是外围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大家知道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支持也好不支持也好，它的任何的变化都会对美股对于全世界的经济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大家看这里写的也是非常 hard 说，就只要这个清零政策在，那很难达到一个经济的预期，那么这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最差的一年。而且大家注意，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那么国内的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会随着经济的问题出来。那么这个我们不是政论的节目我们也不想对政治上做更多的判断和预测，甚至于是一些很多消息也是混杂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从经济上来看，这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极负面的这么一个样子。那么回到交易的层级上，我们来看 FXI。前段时间走势比什么呢？比美股强之后走出了一个类似于 W 底的形态，往上突破了又做了一个横盘，这是一个在30多块钱32块的这个位置，大家看我鼠标的位置是3块的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个横盘，但是这里形成了假突破灌下来了，所有均线都向下。在短期内的话，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买点，因为你连续好几天都是阴线了。那我们再来看 KWEB 这个互联网企业也是，我在这之前呢画了一个趋势线，然后呢均线趋势线
这个突破颈线，你不管画哪个，现在都又回到了空头排列。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短期内又走出了一个比较差的这么一个形态。那么中概是不是别的都没有机会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就是电动车这个地方是强势的。大家看这个电动车涨的是非常的凶，就是因为这是政策对它非常青睐的一个赛道。那么大家看到，不管是理想、小鹏，他们的这个走势都是比较强势，那理想就更加强势。那么它是在这个中概，如果要做的话，我们现在应该是判断在一个是什么地方，在这个强势的赛道上。我们在7月7号的时候进行了大幅的减仓，当时是看到是因为 A 股的一个走势啊，3个中枢或者说 A 股的一波走势应该要停。那么 A 股的话，我们看到其实也有很多需要小心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A 股的这个周线，大家看这个周线的这个走势非常的这个不好啊，这个周线走势非常不好。为什么？连续一个大反弹之后，这个大阴线正好是到了这个大的头部的一个阻力之后，直接灌下来了啊，灌下来了。那么仍然大家看，这是在弱势区，那么后面跌多少我不知道，你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我们知道现在马上要开会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动，或者说有可能出现的变化，这些是我们外围市场第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些不确定性。好，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日元。大家看日元其实一直是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大家看这是日线图上，日线图上我们这里就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了。那么之前呢有这么一个波动之后呢，日元就是出现缓慢的一个升值啊，因为大家都印钱嘛。那么印到21年之后，现在日元开始出现了一个贬值。那么从多少开始贬呢？从100多一点开始贬到了140。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大的第3大经济体的货币，从100到140相当于是整个货币打了一个6折，打了一个几折，打了这个6折。那么我们从100到140，这个打折的力度有点过于猛烈，那么对整个的经济体啊，对于整个这个经济是非常致命的一个是非常致命的一个破坏。那么日元的这个崩塌，这是汇率啊，大家注意，这可不是股票啊，这汇率40%啊，对于整个日本的经济，对于全世界的经济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08年的时候，其实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有风险，但是突然间就是感觉世界就崩塌了。那么这些都无外乎就几个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出现汇率市场上出现大幅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第二点呢，就是很多小国出现了这个崩盘，开始先崩盘，然后就是大的经济体会出现问题。那么后来大家想想之后，还有了欧债危机。那么现在欧元的价格大家去看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从日本这个地方看，还有从欧洲这个地方看，这是我们非常重视的第二个要爆雷的点。就是这个日元。第3个要爆雷的点，包括意大利总理提出辞职，然后欧元现在对美元是差不多1比1。大家看这是多少啊？这是 0.8， 这是 1.1， 这就是升为贬值 20%。日本这么大的贬值，欧洲的这么大的贬值，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最低。面对这些危机，这可不是说小国的危机啊。面对这些大的危机，我们当然可以说美股它是矬子里拔将军啊，我们就要说美国又再次收割全世界，收割的确实很厉害，确实厉害。但是这些一旦形成比较大的风险，一旦不定什么雷爆出来之后，你想指数能是完全独善其身吗？不会。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市场上这3点，我觉得要小心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好，那么现在呢，跟大家谈论一下，就是这2天我在市场中的一些观察和自己，因为是以交易为生，我对市场上的一个感受。今天、昨天和前天3天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这种叫低开以后的一个向上拉。今天是高开了，前2天是低开拉起来。那么，而这个市场上，不管是这个指数下降还是指数上升，
其实市场上它的情绪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复苏。那什么是情绪呢？就是赚钱效应之前大家是不管是大跌的时候大家都跌，还是说反弹的时候有气无力的，那么现在能出现一些非常不错的这种个股的交易机会。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牛市中常见的，牛市指数可以横盘，有的时候微跌，但是我们在日内总能找到非常强劲的赛道，或者说我在波段上总能找到非常强势的个股，我们称之为擒龙或者说抓龙头的这么一个思维模型。但是现在呢，就是熊市里面你抓不着，也没什么可抓的。但现在呢，就是能看得到，说市场开始慢慢出现了一些情绪化的一些交易，开始资金的这个热情和律动是在增加的，这是平常在观察盘面上的。但是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点，比如说最近呢，能感受到市场比较活跃的，像什么 GoEV 对吧 AMC 这些股票，他们开始比较活跃，市场仍然没有说那种大的资金进去做一些哪怕动能股哪怕这些动能股的一个炒作都还不是非常多，因为现在是走两端，要不然是那些小垃圾带一波涨得非常厉害，那就是一个熊市做妖股的这么一个炒作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给大家分享过这个是在周四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做 BA 的这个炒作。那么 BA 的这个走势我们看到 BA 的这个走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走势，这是一个衰竭下跌反弹回来横盘16天，又是爆量大阳线的一个上涨。那么这个位置上只要守住了之后，向上随便一攻到这儿，都是一个7-1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7-1的一个机会，这个7-1怎么来的那我们再来看，这是 BA， 那么我们看到它这里面是一个横盘的区间横盘的区间，那么横盘的区间在这里，那你这个地方跌破了就止损，那么这个位置是多少呢？大约在141到142左右，那么这就是你的成本。那昨天我们买的时候是143，我的止损咱们就按2块钱算。好，那么143的话，大家看这个地方的阻力你这里画过来大约是多少呢？大约是154那么差不多是13到14，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至少1:7的这么一个。那如果命好点的话，往上攻一攻来探这里，那你就是170、180了，那这个损益比就更高。就是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我们找到的是它非常合适的损益比，然后进行一个开仓，所以能感受到这个市场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情绪或者乐观情绪进来了，但是我们远远没有到反转。大家还记得有哪几个条件吗？请给大家停1分钟去思考一下。大家有没有想到反转的条件？我们说了很多次，第一，我们必须要有货币政策的一个支撑，一定是货币政策的转向。现在讨论是加息100个基点，加息75个基点的时候，还不是货币政策转向，何况还要继续扩大缩表的力度，那么这都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第二点是我们要看到大型阳线或者中大型阳线，第一放量，第二普涨，就是因为大家都涨，这种深度的快速回复，没有深度的快速回复，说明资金像潮水一样涌入，我们是不能判断它反转的。那么第三点呢，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点，我们应该看到至少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些均线是不是该捋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头排列，是不是应该震荡一下，它形成这些趋势线变成多头排列，或者是至少是纠结排列吧。那现在还是个强的空头排列，它没有那个强的这个能力说我们直接拉回去，以现在货币政策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反转的这几个条件，希望大家呢能记上，就是不要在市场比较乐观的情况下你就更乐观这个不是市场贪婪你更贪婪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你的这个乐观而没有小心到后面的一些情况，有可能要吃大亏。所以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仍然选择损益比非常高的情况下，而且是坚决的去执行止损、执行这些操作，同时呢，对未来的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保护自己的本金。广告时间。
反收获训练营的封闭小班已经开启报名了，现在有好几位朋友已经加入。我们呢就是手把手带大家在至少6个月的时间吧，陪伴大家日复一日的进行学习和体验市场的这种感觉，把我所会的技术方法，还有我对知识的理解，尤其是我对知识对经验的一些总结，那么分享给大家。那么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里咨询和报名，联系方式大家看的这个图，还有教学内容还有方式都在这里写到了。